今天继续和大伙分享个温馨的小故事。故事中，男主发现自己的体液能让妹子停止活动，结果那妹子跟男主相处一晚后就再也不想分开了。好故事正陪你看。这回聊的漫画叫 My Little Mess。故事发生在未来，那个时代已经进行宇宙大开发，星际飞船飞得满天都是。这天巡逻队发现某艘可疑的星际运输船，船上发现某种危险生物的痕迹，巡逻队将机组人员逮捕，那生物就逃到了火星上。我们男主是政府特种部队的成员，他这回接到的任务就是干掉那危险生物。任务本身没什么问题，但让他奇怪的是，长官要求这一切要秘密进行，甚至还只派了他一人前往，连个队友都没有。男主不明白上面的意思，但既然接了任务，他也会去好好完成的。那生物很快就找到了，毕竟对方的体型未免也太大了一点。正想着该怎么解决，突然发现那怪物的口中似乎有个屁股。车载的人工智能助手提醒男主，那人身上没有 ID 反应，应该是连 ID 都没有的火星难民。虽然还有呼吸，但那种状态估计救不活。助手建议男主还是先考虑任务比较好。男主却不信那个邪，他先开枪打伤了生物的嘴，逼对方把人吐了出来，然后开着车过去接住，结果发现那是个可爱的妹子。他本想问问这妹子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那怪物就从背后追了过来。可就在这时，妹子手中发出光线，将那小山般的怪物一击贯穿。智能助手也在这时传来消息，说长官发了任务的追加情报，表示目标是新种生物与人类的融合体，体型是人形。也就是说，眼前的妹子才是真正的目标，而男主的任务就是杀掉这个妹子。男主总算是明白为啥这会是机密任务了。如果让外界知道当局在搞什么新人类，恐怕会造成巨大的舆论危机吧。他联系了长官，想问问情况，可长官还没回，他只能先等着。智能助手建议男主最好以任务优先，还吐槽男主是不是太心慈手软，不想杀人。男主借口自己也没办法，对方可是把山一样高的怪物给一击消灭了，要自己展露杀意，估计会死得比那怪物还惨。再说了，那女孩的恢复速度惊人，发出光线后，他注意到女孩手上出现一些伤口，可能伤口转瞬之间就全恢复了。按这个恢复力，他手上的武器根本没用。然而助手却有办法，表示任何危险生物在被创造出来时都会被统一植入安全装置，生物体表的某处会有识别码，通过识别码能在数据库中查询到对应的处理方式。虽然有了解决方案，男主还是不愿意动手，他实在不想杀小女孩。男主想和那女孩谈谈，出去却发现那女孩正吃着那怪物的肉。男主赶忙阻止，可女孩似乎饿坏了，眼睛一直盯着那怪物。好不容易聊上几句，男主得知女孩的名字叫艾姆，是从某个实验室里逃出来的，连正常的食物都没吃过，甚至他平时吃的东西就是那种怪物。顺带一说，男主也通过助手查询到那怪物是一种人工养殖出来的大型陆地鲸鱼，好像就是专门放在运输船上充当艾姆的食物。男主不想看女孩茹毛饮血的样子，他试着给对方饼干，然而艾姆却说那不是食物，他从小就被教育那些和他战斗的东西才是食物，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能吃。没办法，男主只能尝一口示范给他看，结果把女孩给吓住了，缩到一旁不敢出来。问了才知道，女孩曾经生活的地方非常可怕，平时是实验室的人给艾姆准备食物，那些食物都是四脚的怪物，有很强的战斗力，不过那些怪物都不是艾姆的对手。艾姆的食量也很大，一天要吃20吨左右，所以艾姆每天生活就是不断的战斗和进食。男主觉得女孩很可怜，他跟对方聊了很多，女孩不喜欢那个地方，所以才逃到了外面。外面都是一些她没体验过的事，比如这里空气和水都很舒服，还有她尝了下饼干，那确实很好吃。她很感谢男主，觉得男主是个温柔的人。男主对这女孩充满了同情，不过他也注意到女孩脖子后面的识别码编号。晚上，智能助手发现食物储备少了大约1周的分量，想问那些食物去哪了。男主当然不会说是喂给那女孩了，只说自己全吃了。不过他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食物储备，反正今晚干掉那危险生物就能回家了。他通过数据库查到该识别码下对应的处理方式，发现那生物只要吸收了人类细胞就会停止活动，也就是说只要让对方沾到自己的唾液、血液之类的体液，就能剥夺对方的行动能力。晚上他拿着枪来到女孩面前，可犹豫了许久，他还是没能动手，轻声骂了一句小屁孩后就回房睡去。第二天一早，艾姆起床没发现男主的身影，找了一圈发现男主正在跟长官汇报。长官得知男主想抗命，质问男主是怎么想的。男主坦然回答，他最终目标是保护无辜市民的安全，在他看来，那女孩并没有什么危害，不需要杀死。长官劝让男主别想太多，那女孩只要活着就会对人类造成威胁，只有杀掉才是最稳妥的方法。看男主迟迟不愿动手，长官还嘲讽他是不是太软弱了。对此，男主也产生了疑惑，长官不惜挑衅他，也要让他去杀艾姆是为了什么？他感觉这任务背后另有玄机。这话问到关键，长官一下陷入了沉默。他让男主在这守着，他马上就过来。男主当然不会在这傻等，他招呼艾姆赶紧上船跑路。
然而艾姆听到了刚刚的话，知道男主要是放跑他恐怕会死，他不希望男主有事。男主是无所谓，最多是让艾姆假装挣脱他逃跑就行了，他会努力撇清关系的。艾姆想招呼男主一起走，可男主就做不到。在那个时代，每人一出生就会植入 ID 芯片，政府通过的芯片可以掌握到每个人的位置情报和存活状态。男主就是想跑也跑不掉，至少他希望艾姆能自由的活下去。然而艾姆却抱住了男主，表示不想走，他很担心男主的安危。男主正想宽慰对方，可下一秒艾姆就被子弹打成了筛子，是长官来了。男主完全陷入了呆滞，人来的也太快了吧。这一瞬，男主想通了很多事，他立刻掏枪瞄准了长官。他猜装艾姆的运输船就是长官自己的吧？艾姆会把和他战斗的敌人当成食物，如果他真对艾姆动了杀心，那艾姆会立刻反杀他并把他吃掉。一旦吃了他，就会启动安全装置，陷入无力化。长官早就守在附近，只要通过 ID 确认他死亡后，就可以过来将艾姆安全回收。长官笑着承认，旁边的艾姆想用光线反抗，可那光线不仅没放出来，还一脸痛苦的样子。长官说那子弹里混入了人类的血液，安全机制已经启动，艾姆强行使用能力只会受伤。男主看不下去，一枪打断了长官的手臂，可下一瞬对方的手臂就长了出来。长官得意洋洋地介绍，他对自己也进行了和艾姆一样的改造哦。艾姆是人造的火星人，而他就是这一实验的主要赞助商。10年前，他发现火星上存在一种特殊的生命，那生命体有着惊人的恢复力，同时也能释放强大热能进行攻击。他没把这事上报，而私下赞助科学家，将其与人类进行融合，创造出了人形兵器。原本一切都很顺利。4天前，他准备把艾姆运到木星的实验场，可没想到计划出了纰漏，有人泄了密，结果那船被官方给控制了。还好后面有相应的回收计划，所以就把艾姆直接放生，之后再以任务的名义让男主去回收就行了。男主还好奇是要和外星人打仗吗？要不然干嘛弄成兵器？长官耻笑男主的天真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外星人，只有人类和人类之间的斗争，战争的火种到处都是。他手上握有这种兵器资源，只需卖给那些急需的人，就能掀起战争的浪潮。等战争范围扩大后，他可以躲在后面卖军火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原本的算盘打得很好，可惜在事情曝光后，他也不得不提桶跑路。他来这里也是想招揽男主，现在他被军方通缉，很多手下都被军方干掉，他很缺人才，所以想让男主加入。既然男主也喜欢艾姆，想必应该是不会拒绝的。当然，拒绝就是死了。男主自然珍惜生命，只是他还有个问题想问，就是艾姆会被带到哪里去？长官笑了，那会是一个乐园哦，在那里会和之前一样，让艾姆每天都吃得饱饱的，然后让他尽可能繁衍出更多的后代，让他不再寂寞。等到价值耗尽后，身上的零件也会提炼成药物，每一块肉每一滴血都会得到有效利用，不用担心虚度人生。听到这样的发言，男主再也忍不了了，直接一枪打爆长官的脑袋。可惜常规武器对长官根本没效果，他很快就恢复了过来，一把抓住了男主。然而男主就发现长官脖子后面有什么东西，还没等男主有所动作，长官的手就逐渐发力，要将男主活活掐死。还好艾姆用热能光线将长官的上半身给烧掉了，当然艾姆也是拼了命才勉强放出这一击，随后就失去了行动能力。可下一秒长官的身体就开始恢复，那一击的效果并不明显，只是这给男主创造了机会，他将自己的血液注入了长官的心脏，长官的身体停止了活动。科学家们也在长官身上设置了安全装置，看来长官在他们眼中也一样是怪物。男主想带艾姆离开这里，可事情并没有结束，又有人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来人是军方的人，表示之前就发现男主长官的不法行为，原本还怀疑男主也跟着长官一起同流合污，还好现在男主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他们把失去行动能力的长官带走审判，至于那边的艾姆就交给军方保护，在进行全身检查并植入 ID 芯片后，就会交由男主负责管理。男主明白了，也就是说艾姆的主人现在变成了政府，不过这样也好，政府至少不会让艾姆再参加一些不人道的实验。艾姆是很开心，只要能和男主在一起，他就很快乐了。男主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跟艾姆相处，但他相信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肯定没问题的。故事到这里就迎来了尾声，虽然结局还算美好了，可我还有个问题，按照妹子的体质，即便是简单的接吻都会让她停止活动，那要是后续两人关系深入的话，那他们该怎么办呢？估计两人相处要好好磨合一段时间了。好了，这次故事就先说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也给个3连支持下吧。